嗨，大家好，我是道子。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們觀眾不管在直播上或者在詢問上呢，都問了非常非常久，然後期待已久的一支影片，就是關於呢富士的中片幅的隨身相機，也就是在2025年所推出的GFX 100 RF。那因為這一台相機呢，它價格比較貴一點，所以當時我們並沒有購入。那隔了很久之後呢，經過了各種複雜的因素，最終呢，我還是決定購買這一台，因為我自己真的是太想要花點時間來玩這一台，覺得有非常多人都很想要知道這台相機呢，我到底是會推薦購買，還是會覺得完全不值得購買。那我們就今天呢，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這段時間使用下來的心得。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進入主題。其實啊，關於這台相機的優缺點非常的明顯，那幾乎就是一句話就講完了。優點呢，就是它畫質非常好，1:1像素用起來真的是極度的讓人開心。那它的缺點呢，也非常的明顯，就是因為它的光圈只有到 F4，而且它沒有防手震，所以在運用起來呢，又有一点沒那麼大的方便。所以在這兩者之間呢，我覺得這是它最大的優點跟最大的劣勢。那其他的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規格。首先呢，这台相機如果你要把它作為一台隨身用的日常相機的話呢，它稍微重了一點。我們舉個例來說，大家常會拿來做對比的呢，就是富士的 APS-C 的隨身相機，也就是我們的 X100。如果你覺得 X100 呢，我知道很多人對它評價是稍微有點略大的相機，那麼你把它跟 GFX 100 RF 比在一起呢，它簡直是小巧到不能夠再小巧了，然後你頓時就覺得它是一台超級迷你，可以放在口袋裡的小相機。而這一台呢，重量呢達到735克，所以整體而言呢，你會覺得 X100 6代呢，簡直就是小巧到一個不行哦，這才是真正的隨身小相機。這一台呢，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做日常在攜帶使用的話呢，它其實我覺得負擔上還是會大一點點哦。但當然，如果你本來就是比較能夠拿重相機，那也不是太大問題。畢竟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是中片幅，所以以中片幅的角度來說，在鏡頭尺寸縮小的情況下，勉強還能說它是一個比較好攜帶的相機。畢竟它的尺寸呢，你放在任何一個最小型的相機包裡面呢，都是帶得了的。那但对於如果你今天力量比较不夠，可能女生或者是你本身的體力比較差的話呢，那在相機用久了，對手腕的負擔呢還是有一點的，因為畢竟它怎麼樣還是700多克的相機。我覺得拿起來呢，它整體的大小的感覺呢，也是會給你就是很明顯的比X100呢大上一大圈。在各種滾輪的調整上，如果你的手比較小的話，我覺得它也是蠻需要你的左手去做輔助的。所以以單手上來操作的話，我覺得有一點的不太實際。但當然換一個角度來說，就它所有的按鈕跟它滾輪呢，其實給的還蠻豐富的。然後包含它的搖桿呢，其實會比起 X100 的那個很細的那個搖桿來的好操作很多。那其他的包含呢，我覺得它最令人驚豔的呢，大概就是它有選擇影像比例的滾輪哦。那它內建呢，一般來說中片幅的這一台相機呢，它最大的尺寸呢是4:3，但你可以呢很隨意的去滾到3:2、16:9，然後65:24，各种，甚至你可以滾到3:4，就你可以直接拿橫的相機呢，然後拍直幅的畫面。那為什麼呢？因為它有1:1像素。身為一台有1:1像素的相機呢，最大的優勢就是，無論你把它轉成什麼樣子的比例，它其實擁有的像素呢，都還是蠻多的。比如說我這邊隨便拿一張照片，你可以看到這張照片呢，我已經把它裁到非常小了。然後這是我們在河口湖附近呢拍攝一個店家老闆呢出來擦窗戶的畫面。我遠遠的拍因為它等效焦段28，遠遠拍其實整個景很大，但是我想要特寫一點點，我裁成這個樣子，都還有2000多萬像素所以你就知道，因為1:1像素的關係，在數位變焦這件事情，在你手動裁切這件事情上面呢，其實它有比較大的彈性。如果今天你以發社群為主的話，那它真的很耐裁，你可以真的裁到變到很小，它都還是有足夠的像素量。那當然，對於創作來說，如果你有大圖輸出的需求，或者你就是需要用到比較大的像素，那當然它有1:1像素給你去好好的運用跟發揮。那關於它其他的規格呢，我們簡單來介紹一下。它的 ISO 本身呢是從80開始，其實到12800，那當然可以往上下擴展，往下擴展可以擴展到40，往上可以到更多。那但它上面呢滾动的滾輪其實只到8000哦，那你可以再自定義，還有一個 C 的部分呢，可以再做自定義去增加。那它整個機身的設計呢，如果你有用過 X100 系列的話，
或者用過其他富士相機的話，你可能會覺得很類似，因為它大致上的設計呢是差不多的。當然，如果你原本就有用過 GFX 可能50或者100的話，那當然它本身的設計呢都是類似的哦，就是包含你的快門的轉盤哦，你的 ISO 值提起來的這個部分，還有曝光補償這類的東西都是一樣的。那當然，我相信會購買這一台的，其實蠻多應該是原本不是 GFX 中片幅系列的用戶，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本來就已經是的話，你可能會選擇就是直接加鏡頭去做使用。那這一台的重量上面呢，當然我覺得還是輕了一點點哦，但我覺得更多是想要體驗看看中片幅的玩家，或者就是我今天想要買一台跟大家都不一樣的隨身相機，會選擇這一台。所以我覺得有更多人可能本身不是 GFX 的用戶，那它的鏡頭呢跟 X100一樣是近肩快門，它的光圈環呢一樣設置在上面。那它一樣有2個很可愛的小手柄，可以在這個地方做旋轉，所以你在拍攝的時候呢，我覺得儀式感是絕對足夠的。無論是調整快门的方式，調整 ISO 的方式，你在滾動那個光圈，你拿着它用觀景窗在看，在拍照的時候呢，我覺得給你的 feedback 感是很強的。畢竟這是一個大手機時代，我們都知道，其實很多人在現在這個時代使用相機，你就希望能夠做出跟手機比較大的區別，無論是畫質上面，還有使用上體驗也是。那麼以這台相機呢，我認為在操作上的使用的質感絕對是很強的。那它也是有翻轉熒幕的，它翻轉熒幕呢是單純的上翻，這就要聊到我們上一集在介紹可能 ZF 那一支影片，我們有提到，其實作為一台街拍或者我日常想使用純拍照的相機，我認為這樣子的翻轉熒幕雖然說它的局限性是更大的，因為畢竟如果你是外翻的這種形式的話，你要拍橫的，你要拍直的都是可以的，而這種形式的話呢，你要拍直幅的照片呢，就相對來說不是那麼的方便。但對於一個純拍照的人來說，我可以以相机的中心線放低，這樣由上往下看來做一個構圖，我覺得比起外翻到外面上往下看，在那個對齊中心線上來說，還是方便那麼一點點。當然，我覺得最理想狀況還是就可能像 A12 那種，同時2種模式都具有的，當然最好。但當然，我也知道那可能機身的厚度會變得更厚，那可能價格會變得更高，更多複雜的東西。但如果你要我去做選擇的話，當然那樣的模式最好。但如果今天必須要折中的話，那我覺得以拍照來說，我可能還是會選擇這種類型。那在這台相機呢，因為它本身的配重的關係呢是比較重一點點的，然後它本身手把凸起的幅度呢也是沒那麼大，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呢，我就購買了鐵頭的手把。然後呢，這一集並沒有業配哦。我覺得這一次鐵頭的手把在這台機身上面設計呢，我覺得是很好的。這個突出的小握把呢，我覺得質感上看起來是蠻好看的，其實握起來呢也是挺舒服的。就只有拇指手把的部分有點鬆，那這個部分我不知道是我機身的問題，還是它本來設計上的一些問題。我自己蠻喜歡它可以繞過，可以調整構圖比例的這一個轉盤哦，然後直接去做拇指上面的支撐。但畢竟呢，那個距離真的蠻長的，所以它有點鬆動了。我覺得也許也是機構上面沒有辦法。那如果不需要這個拇指轉盤的話呢，我覺得在滾這個3:2啊、4:3這個滾輪上會再更輕鬆一點點。裝上這個拇指手把還是稍微有點阻擋。那包含在調整那個對焦模式調整 FS、FC 的哦，也會因為拇指手把的關係呢，有稍微有一點點的阻攔哦。但我覺得還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可能一個模式設定好之後呢，不太會去調整的話呢，我覺得裝上手把的握感呢，整體還是比較放心一點點哦。因為畢竟我不是那麼喜歡使用背帶哦，那這麼貴的台相機抓穩一點的，好像還是比較放心一點點。這台相機呢，它的連拍速度呢是每秒最快可以達到6張，在拍攝弱檔的時候，那最多在壓縮弱檔呢能夠拍攝到20張哦，它就進入到buffer。最短的對焦距離呢是20公分，我覺得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對焦距離。那它的算法是從鏡頭的前端去往前計算20公分，4檔的一件 ND， 所以如果今天上腳架要拍一些長曝的話呢，是蠻不錯的一件事情。它的開機時間呢，大概在0.6秒左右，我覺得算是一個還不錯的開機時間。為什麼要提這個？因為對街拍來說，其實馬上開機呢，我覺得蠻重要的。不得不說，我其實有點意外它的開機速度，其實算是我覺得是算偏快的族群哦。因為我們用過Sony相機就知道，常常開機的速度呢是我覺得有點偏慢的。那0.6秒，我就認為在街拍上呢，還算是可以忍受的開機速度。在檔案大小來說呢，我覺得這台相機有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就是因為它檔案大小，畢竟1億像素。檔案大小是比較大的。如果我今天裝256G 的記憶卡的話呢，我能夠拍的弱檔，就是壓縮過的弱檔是1800張。可能以現在角度來說，1800張好像聽起來有點少。第一個，它檔很大；再就是它其實拍攝的節奏呢不會那麼快。我覺得不太會拿這台相機去拍攝一些非常高速的題材，或者是像體育，或者是像可能拍人像就瘋狂連拍。我覺得在使用這台相機的情境上啊，我自己的這一陣子心得下來，它比較偏向是更慢步調的拍攝。所以我覺得檔案大，然後你記憶卡需求上比較重這件事情，我覺得不見得會是絕對的劣勢哦，因為其實
不會拍到那麼多張數。就我自己而言，這一趟帶着它去東京繞了近郊一圈，應該是我近年來出國呢拍攝張數最少的一次因為真的沒有辦法按那麼多的快門，一邊是擔心後續的那個檔案大小就處理起來有點辛苦，再來就是它節奏會比較慢一點，包含對焦包含什麼，我相信大家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輸出成 JPG 檔呢，一張的檔案大小大概50M 到60M 之間，就是在沒有裁切的情況下，所以其實也算是還蠻大的。那天鄭穎還跟我講說，我把照片整理好給他之後，他說下載起來的時候呢，整個檔案資料夾很大，結果照片張數怎麼少？因為它的一張真的是蠻大的。再來呢，就我想聊一下在使用上面的一些心得。首先呢，我們先講它的缺點的部分。它最大的缺點呢，就如同一開始所講的，因為它光圈只有 F4， 再加上它的高 ISO 呢，噪點我覺得並沒有算非常的純淨，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用起來呢，我覺得在 ISO 4000大概是一個我比較能夠接受的分水嶺。往上之後呢，我覺得直接在看那個弱檔，然後呢，你沒有把它放到100%，那個顆粒的感覺呢，其實已經蠻明顯的。那當然因為它1億像素，所以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公平，因為你如果把它壓得比較小的話，可能看起來就不會那麼明顯。但我自己用起來可能會頂多開到 ISO 4000。那麼在光圈 F4 的情況下，那快門速度呢勢必就得放得更慢一點。但這時候就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因為它沒有防手震的機構，在沒有防手震的機構的情況下，它其實有很多可以讓你放慢快門的點，包含它有 ND， 包含它光圈比較小。其實你只要能夠放慢快門，其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你可以拍到很多有趣的東西，包含比如說你想臨時拍一個河水的長曝，像我這次有在一個橋上面呢，剛好看到橋底下就是有像那個豆腐岩那種類似消波塊的那種水泥的結構，然後有一個玩具車卡在那個地方，我就很想拍到那個河水沖刷那一台車子的那個慢快門的樣子。但是當我把快門速度降低之後呢，那個手震程度還是太嚴重了。那畢竟我手就不是那麼穩，完全沒有防手震的情況下，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是拿我的 A1 II，那這個畫面我是完全沒問題的。然後但這台相機因為它完全沒有防手震的關係，所以拍攝起來呢，它的抖動程度就會比較大一點點。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會很需要拍到許多低光的狀況的話，那我覺得你可能要搭配腳架做使用。那以旅行上來說，可能就会麻煩一點點。那在手持的情況下 ，F4 的光圈 ISO 又不會開到太高的情況下，在入夜之後的可用度呢就會比較下滑。那可能就只能針對夜中街景可能比較高光的地方去做拍攝。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拍攝的題材剛好符合這樣的需求，那就沒有任何問題。但如果你更會去拍一些非常低光源的一些題材的話，或者你要拍攝長曝的話，那麼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台相機呢稍微比較劣勢一點的地方。那講完了最大的缺點呢，我們就來聊一下它最大的優點。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它的1億像素，而且這一顆鏡頭我覺得表現算是蠻不錯的。我在之前看到一些網上評價，很多人對這個鏡頭頗有懷疑，但是我自己用起來呢，我覺得那個畫質我還是蠻滿意的。鏡頭是35mm， 那在中片幅上面等效是28mm， 算是一個我自己很喜歡使用的焦段。但是呢，它在拍攝的時候呢，還是有些鏡頭變形在。如果今天你不是那麼喜歡那個鏡頭變形的話，我覺得在 Lightroom 上面還是一個蠻好的處理的程度。那我們這邊放上一張我在拍攝一個平面的畫面，讓大家看一下那個變形的程度，我覺得還可以接受，畢竟它是28mm， 那稍微修正一下還是 OK 的。自己這一段時間使用的是帶有保護鏡的，就是前面的這個轉盤哦，它原廠呢是有帶一些轉接，你可以自己在轉接上一些保護鏡，或者是再接上一些遮光罩之類的東西。那有些副廠有賣，它前端這個螺旋狀這個結構呢，直接帶有保護鏡的，就跟我之前在使用我的 X160代一樣。我蠻喜歡這種一體成型的東西哦，因為它跟 X160代一樣，它的前端呢都是不能直接安裝一般的濾鏡的那個锁孔哦，那它必須要再做一個轉接。可是轉接之後呢，多半都會有一個裝遮光罩的那個卡的那個位置，看起來沒有那麼的好看。那我又不是那麼愛裝遮光罩哦，所以我後來就找了它是直接是一體成型的。那因為它是近肩快門的關係，所以如果你要搭配閃燈使用的話呢，還是沒有同步速度的限制哦。我是不太確定用这台相機用閃燈的人比例有多少，但當然它是一個優點。1億像素的關係，它最有趣的2個轉盤呢，就是在它機身上面呢，背部有一個調整相片比例的轉盤，而前面呢有一個撥桿，它可以調整裁切的程度。所以你一方面你可以隨時去調整你的相片的比例，你可以從4:3改到3:2，改到就是任何你想要的這個比例。同時呢，你可以在 zoom in 哦，你可以直接 zoom in，可能就是等效40、50。我没有仔細去記它有多少，但是你可以直接在畫面上看到你裁切的範圍。那如果你在當
當下就決定好你要去做怎麼樣子的構圖的話呢，你可以直接透過這兩個轉盤去做一些比例上面的切換。過去的我其實不太喜歡在做照片上面不同比例的裁切，一部分是因為呢，可能因為像素本身就已經沒有那麼多了，你在做大幅度的裁切，我覺得失去了像素呢有點可惜，所以我還是蠻喜歡多半都使用3比來在做拍攝。但用這台相機的時候呢，是我第一次非常的解放裁切比例這件事情。尤其是我本來就是很喜歡 X Pen 拍出來的東西，但因為沒有預算買 X Pen， 然後又不是那麼想拍底片，這台相機呢，我覺得就是一個能夠讓我滿足想要拍 X Pen 的那個心態的一台相機，因為你可以直接把它轉成65比24，直接看到那個超窄的那個構圖的範圍，然後就好好的用那個範圍呢來進行拍照。我自己覺得就跟相機轉黑白拍照，你比較容易讓你去直接感覺到黑白的光影一樣。你直接把你的相機轉成不同的比例拍照，可以更好去練習在不同的視框下面去做構圖。我覺得它能夠對你的構圖的想法跟實際上拍攝感覺，比起你事後再做裁切，還是有點不一樣。那包含像1:1的構圖，過去我也很少拍1:1的構圖，一不方便也是捨不得那個像素。再來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事後裁切的話呢，我覺得有點事後諸葛的感覺。但這一台呢，你直接把它轉成1:1，你現場就看到一個方形的構圖，你可以更好的去思考說，我要怎麼樣在這樣子的方框裡面去做一些構圖上面的配置。甚至我也覺得未來希望我們頻道可以有一些可能 maybe 會員影片之類的，可以針對不同比例的畫面呢，專門做一些3步街拍，我覺得那會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然後我覺得如果有機會使用像这樣的相機的話呢，也是蠻值得可以去挑戰看看的。所以這台相機到底值不值得購買呢？我必須說，因為它的價位的關係，我並不是那麼推薦給大家，就是馬上就衝這台相機哦。因為我們也知道，如果當然今天預算拉到14-15萬，那你可能捏一點上去就是徠卡 Q 系列了。那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徠卡 Q 又有更大的光圈，又有防手震，在各種日常的拍攝的運用場合下，我認為徠卡 Q 比起這台相機呢來得更萬能一點點。或者往下，其實 X160代一樣，它有更大的光圈，它有防手震，它有不同鏡頭套筒，像素也有4000萬，其實也是很足夠了，而且體積又很小，拿起來很輕便，用起來也是很順手，對焦速度也很快。那麼到底為什麼要選擇這台相機呢？我覺得就是一個韌性，對於自我的那種韌性。第一次感受到就是大量拍完之後，那種1:1像素的照片，在電腦裡面看到那個細節的展現的時候呢，我也是覺得有點震撼的感覺。尤其在拍攝一些寺廟，可能有點微光，但是在相機還可以 cover 的程度下，慢慢的回去看那個葉子上面的細節，然後呢去看那些神社的照片，我會覺得哇，還是有點被震撼到。我不會誇說什麼中篇幅立體度，我覺得本身的光線還是比較重要的，在於細節的呈現上面，確實1:1像素呢還是有它優勢在。如果你也是一個很希望自己的相機呢不要那麼多人使用，喜歡自己擁有一個酷相機的感覺的話，那我覺得這台相機呢，確實你撞擊的幾率呢應該是低很多，能夠帶給你的東西呢更多是否放，還有對於攝影的操作質感上面的體驗，所以我並不會那麼推薦給所有的使用者。但如果你剛好聽完這些東西，你就覺得哇太酷了，我就要來一台這個酷相機的話，那沒錯，你就是它的最適合的對象。以上就是我對於這台相機的全部的心得。那希望呢這樣的分享呢能夠讓就是有點在猶豫要不要購買這台相機，或者是對這台相機一直有很興趣，不知道就我給他評價會怎麼樣的人一點簡單的參考。那這是我們今天的節目，那我是道士，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拜拜。